你好呀，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。美光最新一季的財報出來了，單季營收415億美元，環比上一個季度直接漲了74%，幾乎翻了1倍，淨利率衝到68%，這在內存這個行業裡是史無前例的水平。每股盈利25.1塊，比分析師預期高出21%，而且這已經是它連續第4個季度超預期了。我把它的技術面、估值、基本面還有3情景都仔仔細細捋了一遍，今天直接把結論說給你聽。我對美光現在的評級是中性偏多，但不追高，財報滿分，但你買的不是這份財報，是這一輪周期還能走多遠的賭注，而現在的價格已經替你賭掉了一大半。美光是全球内存芯片3巨頭之一，股價1年漲了10倍，業績漲上天的同時，期望也被堆到了天上。我梳理了4個最關鍵的數字，理解了它們，你就能看懂這只股票現在最微妙的地方。第一，本季營收415億美元，環比上一季暴漲74%，幾乎一個季度翻1倍，這個增速放在任何行業都是炸裂的，說明 HBM 的需求和漲價是實打實兌現到報表上了。第二，淨利率68%，這是什麼概念？每賣出100塊錢的芯片，有68塊是淨賺的。一家做硬件、做製造的公司能有這種利潤率，只能用周期頂部的極致來形容。第三，每股盈利超預期21%，而且是連續4個季度超預期，超預期的幅度還一路從6%、20%、33%加速上來，這是趨勢的力量，市場情緒被一次次點燃。第四，也是我最在意的一個，市淨率16.3倍。前面3個數字都在喊買，唯獨這個數字在拉警報。美光歷史上周期頂部的市淨率頂多到3到4倍，16倍是從來沒有過的。他在告訴你，市場已經把超級周期會長期持續這件事100%的毫無折扣的计入了現在的價格。美光最新股價是1048.5億美元，當天微跌0.31%，但盤後大漲15.78%。回看過去52周，這只股票最低探到過103.38美元，最高衝到1213.56美元。也就是說，1年時間從100出頭漲到1200多，是一段近乎垂直的拉升。而當前價格距離52周最高點回落了大約13.6%，處在暴漲之後的高位整理區間。再看走勢的幾個節點，去年這個時候2025年6月，它還在103塊附近，是周期的底部。到2025年底，股價來到322美元 ，AI 資本開支的共識開始形成，趨勢正式啟動。進入2026年3月 ，HBM 漲價兌現到業績上，股價開始加速，一直到6月24日，也就是這次 FY26 第3季度財報炸裂，盤後還在繼續創新高，摸到了1214塊，短短3個月從320多塊到1048塊，又翻了3倍多。接下來聊聊我認為這只股票的估值。先給結論，美光現在的估值是周期股最經典的那種看着便宜其實危險的狀態。你看這幾個數，滾動市盈率是23.7倍，不算貴，預期市盈率只有8.6倍，便宜的有點誘人， PEG 只有 0.31， 按教科書說這是嚴重低估，真正不會騙人的指標是市淨率 16.3倍。他不看那個會暴漲暴跌的盈利，只看公司的家底。美光的家底從來沒被市場出過這麼高的價。再看分析師那邊，33位分析師給的目標價均值剛好就是1048美元，跟現價1分錢不差。這說明華爾街平均看法是已經基本到位了。但更有意思的是，這個區間最低249美元，最高1750美元，差了整整7倍。這種巨大的分歧本身就說明問題。沒有人真的知道這一輪周期到底還能撐多久。財務這塊先說亮點再說問題。亮點是真的亮，毛利率 58.4%， 淨利率 41.5%， 這是過去12個月的整體水平。而剛出的這一季，淨利率直接幹到了 68%， 這對一家硬件制造公司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盈利能力。它的股東回報率 ROE 是 39.8%。我用杜邦分析把 ROE 拆完，发现美光這個 39.8% 的 ROE 主要是靠 41.5% 的高淨利率撐起來的，權益乘數大概只有2倍，槓桿不高。也就是說，這是盈利驅動的高回報，不是靠借錢硬撐出來的，
質量是高的。但你要記住一個前提，這個高淨利率本身就站在周期的頂峰上，所以這份高質量的回報是真的，卻不是能一直維持的真。賬上還有近38億美元的淨現金，財務是安全的。問題也很實在，有3點。第一是 HBM 現在供不應求，但三星、海力士都在拼命擴產，供給一旦上來，漲價的故事就會逆轉。二是這一切的需求源頭是 AI， 是英偉達們的資本開支，這筆錢什麼時候降速，沒人說得準。三是內存從來沒有這次不一樣，每一輪超級週期的頂部看起來都像永遠不會結束。我基於公開信息，把美光未來的走向梳理成了3種情景。多頭情景，概率 30%， 目標價1450到175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這一輪週期順利延續到 FY27， 明年的每股盈利真的兌現到121塊， HBM 持續供不應求，市場願意給到12倍這種中性週期的估值。基礎情境概率 45%， 這是我認為最可能的路徑，目標價900到1200美元，也就是週期見頂，但是軟着陸，股價在高位寬幅震盪，盈利在高位維持幾個季度，估值橫着盤，慢慢消化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400到60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三星、海力士的擴產兌現， AI 資本開支降速，盈利出現腰斬，市場情緒一旦反轉，估值會迅速從頂部切換到底部。把這3種情景按概率加權算一下，期望值大概在1080美元，只比現在的1048高出 3% 左右。這個數字很說明問題，往上的空間已經很薄，而往下那條尾巴又厚又長。當前1048的價格正卡在基礎情景的上沿，向上彈性小，向下空間大，風險收益比並不划算。最後我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標價我參考基礎情景定在900到1200美元這個區間，目標買入區間我放在800到950美元。為什麼是這兒？因為現在的1048美元是暴漲之後的高位整理，技術面上 MACD 已經在高位出現死叉的苗頭， KDJ 也在走弱，短線动能在退潮，等它回到 EMA26 均線，也就是950附近，或者更深一點到800一線，再分批介入，風險收益比會好得多。還沒建倉的朋友，現在不是好買點，別追，耐心等回調，等高位的興奮情緒消化掉，再分2到3批慢慢上。單批倉位一定要小，因為它貝塔超過2，波動是大盤的2倍，重倉很容易被甩下車。加倉的話就放在更低的位置，跌得越多越能攤薄成本，但前提是你对長期周期還有信心。止損位我會放在800美元下方，留一點緩衝，一旦跌破，說明這不再是高位整理，而是變成了破位下跌，周期見頂的概率就大幅上升，到那個位置必須重新評估，不能戀戰。對於已經持倉吃到這波大肉的朋友，拿住，但一定要用移動止損把浮盈保護起來，別在相對頂部又把利潤還回去。如果股價突破前高1214，可以適當減一部分，先把一塊利潤鎖進口袋。後面有幾個信號要緊盯，下個季度能不能兌現那50億美元的營收指引， HBM 的價格還穩不穩，三星、海力士擴產到什麼節奏，還有英偉達的資本開支指引，這裡面任何一個轉向都可能是週期的拐點。總結一句話，美光這份財報是滿分的，公司也是頂尖的，但你現在買的不是財報，是週期還能走多遠這個賭注，而1048這個價格已經替你下了重注。好公司不等於好買點，現在更適合等而不是追。如果你也在研究美光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